Hello， 大家好，春天到了，很多兰花都已经发芽长根，天鹅兰、飘唇兰之类的兰花也不例外。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样处理经过漫长的冬天，等待着春天到来的天鹅兰。冬天的时候，这些天鹅兰的叶子黄了，我就把它们从原来的盆拔出来放一边，也没有给它浇水，偶尔就给它们喷喷水而已。眼看着它们都发芽了，所以赶紧把它们重新上盆。在给它们上盆之前，我会把它们原来干的根全部剪掉。这一棵去年长得不太好，这里已经长出了一个芽。这一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去年就长了那么一点点，也没有开花。应该是肥料和水都不太充足。今年又认真的来种植它们，把这些干的皮扒掉。其实这些皮不扒也是可以的，把这些皮扒掉，看上去就比较美观一点。去年就长了这么一点点，太弱了。这些都是原来买的时候来的。这里又长了一个小芽，这个芽这边也太小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存活。把这个芽都掰断了。这些老的枝干，我还是尝试一下，看它能不能重新长出新的芽来。把这些干的根剪掉，这些干的根已经是没有什么用了，留住它们反而会造成腐烂。把这些根完全剪掉就可以了。天鹅兰、飘唇兰它们的花期是从晚春到秋天，冬天它有一个休眠期。当假鳞茎成熟之后，它的叶子会脱落，然后会进入到冬天的休眠期。天鹅兰的花跟其他的兰花不一样，它开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公花，有的时候是母花，有的时候一枝花梗也有公花也有母花。公花的花期比较短，大概就1周的时间，母花大概有2个多星期。平常我们看见的大部分都是公花。天鹅兰跟飘唇兰的植株非常的像，怎么分别它是天鹅兰还是飘唇兰呢？从它开花的地方就能分别出来。飘唇兰的花梗是从假鳞茎的底部长出来，而天鹅兰的花梗是从假鳞茎的上一部分开出。如果是杂交的品种，它开花的地方就不一定了。春天是天鹅兰发芽，然后进入到生长期。这个时候，天鹅兰需要充足的阳光、大量的水和肥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大肥大水。虽然我们一直都说大肥大水，
是天鹅兰的根部也不能有积水，根不能长时间泡在水里，要等植料稍微的干一点才浇水，但是植料也不能太干。它发芽的时候需要的时间不一定，有的时候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。发芽之后，它的生长速度就非常的快了。天鹅兰的生长期大概有半年的时间，这一段时间浇水施肥一定要充足。想知道水分和肥料是不是充足，看一下植株就知道。新长出来的植株，如果肥料、水都跟得上的话，它会是旧的假鳞茎的2到3倍大。看一下我这些植株就没有达到这些要求了，就说明我去年的种植方法还需要改善。夏天、秋天，植株会逐渐的长成熟，同时它也很快就进入到花期。秋天假鳞茎开始成熟，叶子会慢慢的脱落，这个时候植株就不需要那么多水分和肥料。秋天以后，它很快就进入到休眠期，休眠期就不再需要水分和肥料，根部也就开始枯萎，植株也会皱巴巴的，这个时候就不要给它浇水，不要施肥，偶尔给它喷一下水就好。这里是曾经开过花的地方。天鹅兰对光照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天鹅兰之类的叶子非常的薄，不耐高温，也不能直接的晒太阳，叶子非常容易被灼伤的。它需要的是明亮的光线，不是直接的晒太阳。但是阳光不足，就很容易会有病虫害。这里发现有一个芽点，我还是把这些干的皮扒掉吧。光线不足也会造成天鹅兰不开花的原因之一。到了秋天，叶子开始脱落，这个时候日光照就可以减少。冬天的休眠期可以直接的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，没有阳光照射也是可以的。今天用来种植的材料就是陶粒跟水苔。陶粒是放在杯子底下面做排水、储水的作用。种植的方法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，说种植其实也就是把天鹅兰放在水苔上面而已。由于天鹅兰没有根，站不稳，我用一个棍子把它固定好。只要它稳稳当当的坐在水苔上面就好了。水苔上面我会放了一些火山岩，放火山岩的目的就是保持里面的湿润程度。第二就是增加这个杯子的重量，由于都是用水苔种植，接上这个杯子只是一个塑料杯，以后天鹅兰长大之后，它会头重尾轻。这些天鹅兰已经重新上盆了，那些原来的假鳞茎，我还是把它们重新的种上，希望它们也会发芽。种上这些天鹅兰之后，不要浇水，
一直等到里面的根长到有3寸长左右，才可以正常的浇水，正常的施肥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些天鹅兰就要放到光线比较强的地方，但是不能直接的晒太阳。在这个视频结束之前，还提醒大家，天鹅兰是一种非常容易招红蜘蛛的植物，一定要定期的给它喷杀虫药。去年我分享了一个天鹅兰防止红蜘蛛的视频，里面有详细的配方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拜拜。